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说书人 JK， 希望借用我的声音，让你变成一个更有内涵、更懂得规划将来的人。最近台湾疫情进入高峰，你是不是就是确诊者？如果是，请好好看这部影片；如果不是，那恭喜你。不过你身边一定会有确诊者，记得把这个影片传给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确诊亲人或朋友。倘若您对这个议题有兴趣，请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因为接下来我会做一系列有关这个主题的影片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了。以下的内容大多摘录自 Up to Date， 我想对大家一定会有帮助。一、定义，什么是长新冠症状呢？就是感染之后出现的症状，而且这个症状要大于或等于4周，而剩下来这些症状就被称为长新冠症状。二、常见的症状有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张图，这张图就是常见的症状比例以及它可能会持续的时间。第一栏是最常见的症状，第一个是疲劳，发生的比率大概是15到87%，持续的时间可能会3个月甚至更久。第二个就是呼吸困难，比例大概是10到71%，时间大概会维持2到3个月或者更久。第三个是胸部不适，比例大概是12到44%，持续的时间可能会2到3个月。接下来是咳嗽，是17到34%，持续的时间大概是2到3个月或者更久。第五个是嗅觉丧失，大概10到13% 的人会有这个问题，持续时间大概是1个月，不过好消息是大概只会持续1个月，很少会超过这个时间。接下来第二个栏是比较少见的症状，例如会关节疼痛、头痛、鼻发炎、味觉丧失、食欲不振、觉得头晕、想吐、肌肉疼痛、失眠、掉头发以及腹泻。第三栏是比较偏心理上以及神经认知上的，可能会有染疫后的情绪压力、记忆力变差，大概会有20%左右的人会有这样的症状，持续时间可能从数周到数个月不等。还是难以集中精神，大概会有16% 的人有这个症状，持续的时间也是数周到数个月不等。最后一个就是会有焦虑或者是忧郁的倾向，比例也不算低，大概会有20%左右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况，持续的时间大概会是数周到数个月。讲了这么多常见的症状以及持续的时间，还有发生的比例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先来谈最常见的症状，也就是慢性疲劳。Up to date 建议：一、要有充足的睡眠，适当的休息与充足的睡眠是非常非常必要的，也是摆在首要的顺位。不止睡眠的长短，几点入睡也非常的重要。睡眠是身体组织修复的必要手段，与其一直看病吃药，最重要的是睡眠。二、活动运动，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。首先，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些你平常会做的活动或是运动。做的当下，你要自己去感受身体的状况，是你身体可以负荷的，然后再慢慢增加强度或是时间。当你增加强度后，你发现身体开始出现不舒服，或者是活动之后有非常明显的疲劳，注意了，那专家建议你不要维持如此高强度的活动，要退回原本让你觉得舒服的强度。但倘若你发现你一直没有办法进步，那你应该就要寻求专业的协助，例如请人帮你规划如何运动。三、健康的饮食，基本上就是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因为蛋白质是组织修复的必须基本原料，没有原料，你要如何修复组织呢？接下来就是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是天然的抗氧化物，也是我们人体生化反应之中必须的营养素，例如芭乐、奇异果、木瓜、龙眼都是非常好的来源。四、请补充足够的水分，如果你的肾功能正常，一般的建议饮水量大概是体重乘以30到40，以70公斤的人来说，大概就是2100cc 到2800cc。由于现在感染的人大多是轻症，所以当你快筛阳转阴之后，
如何让身体恢复原本的健康，避免后遗症才是重点。今天我们只谈了慢性疲劳这个副作用。如果你还有咳嗽、呼吸不顺、胸闷等常见的症状，或是你想要知道该补充些什么营养，以及食疗上如何帮助身体让它赶快恢复健康，欢迎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赶快转发给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赶快康复。最后，祝福你成为一个更有内涵、更健康、更懂得规划将来的人。